刚才他们看的的确只是幼年班，除了幼年的班级，还有3个大一些的班级。这里的学生大概10多岁，有些已经是童生了。这些学生除了是京城本家的，还有的是徐州老家的族人，他们只要过了童生试，就可以来京城贾氏族学来念书。至于可以考上秀才和考上了举人的，就不适合继续留在族学，他们要去书院读书，和更多学子接触，增长知识。这是族学和书院比不了的地方。要是沈飞在这里，一定会说，族学就是小学，书院就是初中到高中，需要学生有点底子。唐之陵见此也是颇有感慨，这就是宗族的力量，也是世家的资本。世家从来都是很重视人才的培养，不管上面皇帝是谁做，他们世家还是世家，只要不灭门，他们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这些学习的孩子就是火种。唐之陵的内心触动，他的日子过得顺遂，但是觉得有些空洞。他头一次对现在的生活有些想法。荣亲王，请跟我来。好。两人左拐右拐，直接去了后院。教室后院是一处安静的院子，里面还传来悠扬的琴声。一定是孔先生在弹琴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好。唐之陵也很好奇，孔先生是谁，能让贾尚书这么重视。两人走近之后，抚琴的人听到脚步声就停止了。唐之陵就见到一个头发花白、身穿青色长衫的老者坐在那里。孔先生，这位是荣亲王。荣亲王好。唐之陵看到这老头仙风道骨的模样，也没有计较他没有起身给自己行礼。荣亲王见谅，孔某的双腿已废，不能行礼，还请不要见怪呀。无碍。贾尚书于是招待唐之陵坐在旁边的坐垫上。孔先生给唐之陵和贾尚书倒了茶。荣亲王占袖喝茶。相比于唐之陵的拘谨，贾老头对孔先生就要随意多了。两人已经认识多年，而且这么多年孔先生和孙子孔卓恒在贾家族学教书，日子也算安逸。唐之陵端起茶杯，轻轻地抿了一口，就听到贾尚书和孔先生聊了起来。这俩人谈古论今的，说了一堆的典故，唐之陵都是云山雾绕的，不明白说的是啥。这也不赖唐之陵，主要是两人说着说着就要引用典故，他哪里知道是出自什么地方的。所以大多数的时候，唐之陵不是四处环顾风景，就是端起茶杯喝茶。没人注意他，他自己都亲自倒了几杯。这时间过得可真慢呢。不知道沈飞那边什么时候结束，赶紧回家吧。唐之陵对于送小福宝来贾家念书有些犹豫了。这要是小福宝经常来，他是不是也要经常见这个孔先生？其实见一次面都有些煎熬了。孔先生虽然和贾老头在说话，但是也在注意唐之陵的动作。看到他无聊地搓着手，也是觉得好笑。想到那人竟然生出来这么个儿子，不知道他在九泉之下会不会后悔呀？这时候就听到了铃声，是学生下课的声音。有一串脚步向后院这边走来。很快，小孔先生就走到了后院。祖父，孙儿见到了一个神童。小孔先生非常兴奋，他拉着小福宝的小手，快步地向孔先生走来。小福宝刚刚站定，抬起头就和孔先生对上了。孔先生原本淡薄的眼神对上小福宝的样貌，吓了一大跳。孔先生下意识叩拜小福宝。贾尚书也没有笑话孔先生，毕竟他第一次见到小福宝的时候，也是吓得魂儿都没了，着急忙慌的就去找皇上了。这小福宝嘛，看多了就习惯了。小福宝看到孔先生的时候也有些诧异，但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。祖父。孔先生被这声呼喊回过神来，他抬起头，看到小福宝只是个小孩子，微微收回心神。孔先生，这位是荣王府的小世子。孔先生看着小福宝的脸，摸了一下自己的腿，好像残废多年毫无知觉的双腿又开始疼了，真是怪哉。先生不必多礼，你的腿不方便。孔先生心中讶异。小孔先生听到贾尚书说小福宝是荣王府的小世子，也觉得自己刚才冒失了。他还以为是普通的小孩呢，见到他如此聪慧，才想着把这个好苗子介绍给祖父呢。谢世子。
唐志玲坐在一边也是奇怪的来回看，怎么这老头见到自家儿子就这么恭敬，小福宝可什么都没做呢？现在拘谨的老者哪里还有那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好似是一下子就被打到了凡间一样。小福宝落座之后，场面静默，突然就有些尴尬。孔先生，我有意让荣世子来府中启蒙，您可以考教一下荣世子。祖父，孙儿刚刚说的神童就是荣世子，孙儿发现他极其聪慧，孙儿只教过一遍他就可以背下来，而且还能举一反三，很是了得。荣世子身份贵重，资质自是上乘，老夫才疏学浅，恐难成世子的老师。孔先生所言极是，本世子的老师必是盖世之才，风流韵界之人才行。其次呢，抱残守缺，因循守旧，居如滋润之人能教的。孔先生的脸僵住了。唐志玲心想，这是我的崽吗？还有风流韵界这词是好词吧，但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有抱残守缺，小福宝是不是看人家孔先生腿残疾了就瞧不起人家？仔仔，你怎么能因为孔先生的腿残了就说人家抱守残缺呢？太不礼貌了。空气突然变得很安静。小福宝深吸了一口气，尴尬的不得了。他不断的给自己做暗示，不要生气，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谁，没事没事。孔先生看了一眼唐之玲，又看向小福宝，摇了摇头。小福宝觉得丢脸极了。咱们回去吧。唐之玲看到几人的样子，后知后觉的知道自己好像是闹了笑话。唐之玲无暇顾及小福宝哪里学会的词，只想赶快离开这里。他今天丢大脸了，还是他自己找的。孔先生，贾大人，本王就先离开了。好，王爷慢走。沈飞和李嬷嬷等人被贾家的下人送到了府门口的时候，还没看到唐之玲。王爷和世子呢？王妃，王爷和世子已经在马车上了。沈飞抽了抽嘴角，他不明白，好好的干嘛把车停得那么远？原来不是在门口附近的吗？沈飞没有多问，于是迈步向远处的马车走去。沈飞被扶上马车之后，就看到了沉默的父子俩，两人还是背靠背，谁也不看谁。沈飞一把把小福宝捞到了怀里，但眼睛却是看着唐之玲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唐之玲沉默着没有说话。沈飞挑了挑眉头，这事儿看来不小啊。但现在唐之玲不想说，沈飞也不能一直追问。走吧，回府。沈飞下意识地揉着小福宝的脸蛋，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。哎呀，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唐之玲蔫了吧唧的，像是霜打的茄子。小福宝也还是绷着脸，难道这父子俩闹矛盾了？仔仔，贾家的学堂好不好啊？夫子厉害吗？也就那样吧。哦，那夫子没有才学？也不是，那人就是有些迂腐罢了。小福宝说完这话，就见到两道视线齐刷刷的看了过来。哎呀，真糟糕。沈飞松开小福宝，把距离拉开一些，然后好整以暇的看着他。仔仔，你不是第一次见那夫子？你怎么知道他迂腐的？两道目光太过严厉，让小福宝暗道糟糕。他不应该看到那老孔就讽刺他的。我不认识他呀，我瞎说的。沈飞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一副你看我信不信的表情。老实交代。那孔先生都一把年纪了，你这么小，你们之前不可能见过呀。你说他迂腐的根据是哪里来的？唐之玲早就觉得奇怪了，自己的崽崽好像认识好些人。他心里有个大胆的猜测，但是又觉得不可思议。唐之玲摇晃了一下脑袋，目光狐疑地盯着小福宝。小福宝被两人盯得不自在，干脆耍无赖，一扭屁股背对着两人。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。你不要自己丢人了，就找我麻烦。你今天丢人了？说说是怎么回事？唐之玲不为所动，瞪了一眼肉乎乎的小背影。咱俩谁跟谁呀？说说嘛，我帮你找回场子。唐之玲今天伤了自尊心，哪会当着沈飞面说？她还是很想在沈飞面前保持形象的。崽崽胡说的，就他闹人了，我们才着急忙慌离开的。缩在车角的小福宝突然被 Q 到，
他很想反驳回去，但又害怕沈飞追问，所以也不敢反驳唐之灵。他要忍，只要再忍几年，长大一点，就没有人怀疑他了。沈飞狐疑地看着父子俩，总觉得两人都很奇怪。他知道必须要在两人分开的时候再问。小福宝现在也要脸面了，有些话当着唐之灵的面也不好问。还有唐之灵也很在意小福宝的看法，他毕竟是父亲，面子还是要的。于是在回府的后半段路上，车厢里面都是静悄悄的。娘，我先回西院呢。好，去吧。小福宝有古怪，他一直都知道，他不急，慢慢查。我去书房了。说完，不等沈飞答复，就大踏步的离开了。沈飞见到唐之灵有些慌乱的脚步，就知道在贾家发生了趣事。彩霞，去看看乔杉回来了没有？是，王妃，奴婢这就去找人。王妃，乔杉到了。乔杉之前被沈飞派出去了，自从那时候荣王府被刺客袭击，皇上还没有查清是哪伙人的时候，沈飞就单独的交代了乔杉去查这件事。因此乔杉不是经常在府中，有的时候一走就是好些日子。属下参见王妃。上次那伙人查得怎么样了？还有皇上那边可有什么线索？那位苏先生很是神秘，属下并未查到他的踪迹，他应该是离开了长安城。那莫名其妙死在狱中的贼人也没有线索？是，那伙人进到监狱中，赶巧得了鼠疫，几天就没了。属下暗中观察了好久，不知道是谁动的手。沈飞也想不明白，什么人为什么一定要咬着唐之灵不放？或许和那位苏先生有关，但现在苏先生神秘的消失了，线索就断了。可是能在监狱中这么轻易就把人弄死，还神不知鬼不觉，一定是个大人物。沈飞觉得皇上也挺倒霉的，怎么到他继位了，大禹朝就像个筛子一样，到处是窟窿。那好，咱们的人都收回来吧，不管那苏先生了，留给皇上烦恼去吧，咱们守好荣王府就好。是。我今天找你来，想让你去贾家打听一下，看看贾府最近有什么消息传出来，或者是有什么笑话。王妃，要是有不好的流言，属下要不要制止？对，任何有关不利咱们王府的流言，全部都扼杀了。沈飞看到乔杉为难的样子，解释道：如果有关于王府的笑话，就用别府中的八卦掩盖了，例如谁家纨绔逛窑子不给钱了，还有谁偷偷养外室了，还有谁家后宅弄死孩子了，总之是越离奇越好。沈飞说得非常顺溜，乔杉抽了抽嘴角。是。沈飞挥挥手示意乔杉离开，乔杉一脸古怪的出了院子。王妃还怪聪明的，就是点子有些歪。乔杉离开之后，沈飞就直接去了小书房，这是他单独的书房。和唐之灵的书房不同，沈飞的书房就在后院，要更小一些，而且其中的书很少。沈飞铺开宣纸，开始在上面写画画。他打算开一个儿童书院，小小的私塾已经满足不了他了。整体来说，就是把幼儿园和小学给结合一下，最主要的是针对小孩的，因为他有预感，和他有关系的人家孩子都不会少，得给孩子们找一个场所。还有他在现代的知识，沈飞也想传播出去，到时候他就是大禹朝第一位女校长。沈飞想到女校长，心里美滋滋的，把女校长的目标写在纸上，然后沈飞又开始研究城外的马场。那么大一片地也不能浪费，现在他打算完全利用起来，拿出来一部分建造成动物园。京城中的闺秀们除了上香，可是没什么游乐的场所，那么集合参观和娱乐的场所可要建造出来，以后他就可以收门票了。沈飞想起了才来京城的时候就看的马球场，他觉得也可以加进来。沈飞打算把现代的游乐场和动物园结合一下，正巧那边距离宝华寺也近，正好能吸引人过去。沈飞不停地在纸上写画画，这让在前院书房等着沈飞来安慰他的唐之灵傻眼了。他在书房闷了好几个小时，就是不见沈飞进来哄他，这让唐之灵更郁闷了。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抱残守缺是什么意思，这是用来形容思想的，根本就不是身体的缺陷。唐之灵的心里闷闷的，直到天都快黑了，他才出了书房。后院就一直没动静？两人齐齐摇头。王妃下午出府了？没听说，大门都没开。唐之灵也不问了，直接向后院走去。最后是在书房中找到的沈飞，见到沈飞正认真地趴在桌上写画画的，
唐之灵承认沈飞的意志坚定，至少能坐住椅子。他都走到了沈飞的身后，沈飞都是毫无所觉。你这是想干什么？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？是你太投入了，都没有注意到我。怎么了？想和我说说吗？唐之灵看着目光坚定的沈飞，把他搂在怀里，收紧了手臂。你不开心？在贾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唐之灵不是个隐忍的人，现在只有沈飞和他2人。唐之灵纠结了一会儿，松开沈飞，然后拉着他一起在小榻上坐了下来。说说呗，咱俩是跟谁呀？我今天确实是丢脸了。于是唐之灵就把自己在贾家闹的笑话学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闹了个大笑话。沈飞，你在你们那个世界是顶尖聪明的吧？沈飞急忙摇头。唐之灵现在正脆弱呢，他可不想在伤口上撒盐。哪有，我就是学习好一点儿，其他方面就是生活白痴。唐之灵有被伤害到，现在说的不就是学习吗？沈飞急忙开始转移话题。唐之灵，先不说这个，我有个猜测，从来没有和你说过，你想不想听？什么猜测？关于谁的？关于咱们的大儿子小福宝的。我早就怀疑了。哦，你先说说。唐之灵斟酌片刻，把自己观察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我觉得呀，咱们的仔仔可能和你一样，都是穿越来的，或者灵魂被人替换了。唐之灵见沈飞没说话，继续道：我也不是说仔仔不好啊，我是觉得仔仔从来就没喊过我父亲，而且仔仔好像脑子里面天生他就有知识，而且我发现皇上特别喜欢和小福宝商量事情，这些都非常可疑。你觉得呢？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沈飞想到小福宝对他的依恋，摇了摇头。孩子是我亲生的，从我肚子里出来的，我觉得小福宝就是我儿子。我没说小福宝不是咱们的孩子啊。沈飞可不觉得小福宝是穿越人士，倒是有点像重生的，还是带着记忆投胎的那种。我觉得小福宝是忘了喝孟婆汤，带着前世的记忆出生的。还能这样？哼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嘛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小福宝都是古代的人，和你们是一个朝代的人。唐之灵想到在皇城中所听到的谣言，说什么小福宝是先皇转世，还有什么先皇附身的传言。从前他都是不屑一顾的，觉得那些同僚太无聊。但经过沈飞这么一说，唐之灵又觉得合理起来。小福宝真的是那人吗？唐之灵，你想到了什么？还是你猜到谁了？没有，我没想谁。沈飞显然是不信的，但是见到唐之灵一脸被吓到的样子，沈飞也没有追问。他可以用自己那聪明的大脑自己来破解。至于沈飞为什么自己没有联想到是先皇，也是他久在后宅，还是没有唐之灵更清楚外面的消息。沈飞也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，而是继续谈了自己的设想。唐之灵听了沈飞不仅要建造学堂，还要开一个动物园，也是瞠目结舌。他记得皇上是有豹房和鹰房的，自家媳妇儿这是想向皇上看齐啊。怎么样？你觉得我的想法好不好？嗨，只要咱家的钱够，你想做就做呗。好，那你有时间的时候帮我去向皇上问问，我想要开书院需要什么手续。行，那我明日进宫帮你问问。唐之灵心里有疑问需要验证，他要看看皇上的态度，所以这段日子要多接触一下皇上，正好可以借助沈飞这事的由头去观察皇上。唐之灵，我的熊猫馆很特殊，要重新建造一个，到时候麻烦你去工部帮我打听看看，工部的人肯不肯接我的任务。见到唐之灵惊讶的表情，沈飞连忙解释：放心，不白干的，我就是需要有人帮我设计图纸，到时候干活的人我从外面找人。好，我私底下帮你去问一问，看看有没有大人愿意做。放心，这事交给我。翌日早朝之后，唐之灵就直接去找皇上了。皇上下朝之后，照例召见了几个近臣，商量朝会上没有结论的朝中大事。于是唐之灵这一等就等到了午时。皇上把大臣们都打发走了之后，正在想去哪个妃子的宫里用午膳的时候，就听到冯宝禀报道：皇上，荣亲王在外面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小六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请他进来。是。冯宝出了大殿，来到了唐之灵跟前。荣亲王，皇上请您进去。啊，有劳。冯宝看着唐之灵的背影，总觉得唐之灵不一样了，但是哪里不同又说不清楚。臣弟参见皇上。荣亲王请起，
听说你等了快2个时辰了，是有什么事吗？皇上，沈妃想在京城办一个书院，不知道需要什么章程啊？什么？书院？书院，就是给孩子启蒙的书院。这是你的想法，还是你王妃的想法？是沈妃的想法。皇上把茶杯放在桌上，起身来到唐之陵身边，围着他从上到下的看了好几眼。皇上的行为让唐之陵摸不着头脑。皇兄，你的王妃还真敢想啊！他一个半吊子的白子先生，还想开书院，简直是误人子弟。唐之陵有些心虚，因为皇上说的不错，沈妃确实是没有大禹朝的知识，那些知乎者也的词他也听不懂，但是自己的媳妇儿自己挺。皇上，书院会请夫子的，又不用沈妃亲自教，臣弟觉得书院还是可行的。皇上没收了沈妃非常赚钱的作坊，心中也是心虚的。虽然那俩作坊没有成了他的私库，但是也给了国库，每月的银子都是很可观的，户部可是满意的不得了。不仅如此，纸张生意现在已经迁移到了江南富饶之地，那边的需求更高，更是赚了不少钱。那生意是属于看着不起眼，但是闷声发大财的种类。皇上一直在偷偷的等荣王府的动静，就是想看看沈妃还有什么好点子。谁料这次沈妃不按常理出牌，挑了一个他最不擅长的事情，而且一看就不是赚钱的行业。荣亲王，按照沈氏的名声，你觉得他办了书院能招到学生吗？别以为他是荣王妃就能以权压人。皇上，沈妃不是那种人，何况学生来不来都是他们的自由啊。皇上很不看好沈妃的书院，而且说白了就是个启蒙的私塾，还非得叫书院，也是不伦不类。皇上料想没有谁会白痴到送孩子被沈妃耽误。既然你们一定打定主意要办，那就办吧。多谢皇兄，就是在京城办书院可有资质要求啊？花你自己家的钱，还要什么资质？唐之陵听明白了，就是皇上不管，让他放手干的意思。多谢皇兄。唐之陵这边很顺利，又在勤政殿蹭了一顿饭之后才离开皇宫。下午的时候又到工部找人，这次倒是很顺利，毕竟官员赚外快的机会不多，而且给荣王府做事，攀上这个关系还是不错的。唐之陵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的，至少他在宫中留的时间很长。在皇上召见之后，他特意问了宫中的小太监，打听了当初皇上昏迷那段日子小福宝在宫里的行动。小太监们见到唐之陵问的是小福宝的事，也不疑有他，毕竟荣亲王是荣世子的老子，问他的情况太正常不过了，所以也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能说的都说了，更是把一些人的谣言也都说了。众人怀疑先皇附身在小福宝身上的那些桥段。王爷，您没瞧见荣世子真是活脱脱的先皇在世啊，那威严把朝臣全都镇住了，就是太子都没有荣世子有威严。荣世子真是了不起，只是淡淡的几句话就把施伯爵压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奴才当时就在大殿里瞧得真真的。小太监不知道，他每说一句，唐之陵的心就沉一分。荣亲王，您真会生啊！荣世子和先皇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奴才从前就在勤政殿这边伺候，奴才感觉荣世子的习惯都和先皇有些像呢。唐之陵的面上没有反应，内心已经是翻江倒海了。特别是小福宝私自上朝，重罚萧红卓，给朝廷筹集了粮草，又帮着太子镇压朝廷重臣。唐之陵已经对自己的猜测确认个10成10，小福宝真的是那人转世。唐之陵的内心复杂不已，他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怎么面对小福宝了。唐之陵傍晚回家的时候都是心事重重的，沈妃早就带着几个孩子等着唐之陵了。他沐浴之后就来到了饭厅，和老婆孩子一起用餐。小福宝在唐之陵今天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心事重重的，但是小福宝也没有在意，毕竟昨天丢了那么大的脸，有点心事很正常。要是真的一点影响都没有，那就太没心没肺了。唐之陵，是皇上没同意我的请求。娘亲，你有什么事求皇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崽崽，娘正和你爹商量赚钱大事呢，你别吵。娘亲，你放心，你的什么要求皇上都会答应的。小福宝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得意的，
完全没有注意到唐志玲那探究的眼神。这人呐，过于放松的时候就容易大意。皇上真的不答应，不同意我开书院？皇上不大赞成，但是也没反对。就是我可以放手干了？皇上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觉得你招不到学生。哼，那就等着瞧，我一定要给皇上看看我的能耐。还有，咱们家的仔仔这么聪明，都是我的功劳。你看千字文，我教仔仔一遍，仔仔就全都记住了。唐志玲内心复杂不已，那位可不用你教。他现在也知道了小福宝为什么反复强调他不用启蒙了。从前的自己太天真了，还以为小福宝也想和他一样当一个睁眼瞎，现在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了。还有刚才他大包大揽能做皇上的主，是不是说明皇上察觉了小福宝的身份？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查到的？还有皇上打算怎么处理小福宝？唐志玲的心复杂极了，真是五味杂陈。按理他是怨恨先皇的，可是先皇死了，他没有人可以恨，只恨命运不公平。谁料事情出现了反转，死去的亲爹投胎了，成了他儿子。这种情绪要怎么处理？唐志玲不知道。小福宝注意到唐志玲用目光直愣愣地盯着他。怎么呢？干嘛盯着我看？唐志玲惨笑一下，这小子早就暴露了，他肯叫娘亲，却是从来不肯叫爹。都是自己太笨了，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哦，没事。小福宝抽了抽嘴角，这家伙到底要抽风到什么时候？既然丢脸了，就好好的补一补知识。老话讲得好，活到老学到老，至于为了丢脸了就反应这么大吗？沈飞忽然想起两个女儿的大名，说道：唐志玲，三胞胎的名字想好了吗？我想了3个字，恒、循、义，怎么样？楚玉恒、楚玉循、楚玉义。这3个有点绕啊。楚玉义听着不是很顺。沈飞说完就后悔了，毕竟唐志玲已经受到了打击，于是连忙找补道：不过义是个好字，叫习惯就好了。好啊，那3胞胎的名字就这么定了，别再老2老3的喊了。都听你的。沈飞觉得以后要多夸夸唐志玲。那小叶子和花花呢？花花和小叶子的我都想好了，就叫楚玉言和楚玉书。小福宝很满意沈飞起的名字，从玉从女，一看就是亲姐妹。可再看看唐志玲选的，一点规律都没有，就单选好听的字了。不过小福宝也没有继续打击唐志玲，毕竟能想出来就不错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沈飞和唐志玲两人都忙起来了。沈飞同时起了2个项目，就只能把建造动物园的事宜交给唐志玲来张罗。毕竟在外面，外人看的还是唐志玲的面子，沈飞也只是在后宅好用。文德4年10月，秋季到了，沈飞的庄子照例是大丰收，一车车的粮食运到了荣王府。同时经历了半年的时间，沈飞的动物园终于是建造完了。一早荣王府就很热闹。娘，快点，我要去看小马。好了，去书房看看你爹在不在，告诉他咱们要走了。好的，娘。沈飞穿戴好之后，直接去了3胞胎的房间。3胞胎已经10个月了，他们和哥哥姐姐不一样，自从出生之后就都没有出过门，所以这次去城外，沈飞决定带3胞胎出去见见世面。他们可是男孩子呢，可不能当女儿一样养着。沈飞才进去，3胞胎的老3寻儿和老4义儿就蹭蹭地爬了过来。娘的好大儿啊，咱们今天出门开不开心啊？寻儿还不会说话，但是明白出门的意思。他平时最喜欢的就是出去，每日必须要奶娘带着他出门，因此这词他是能听得懂的。他立即点头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爱流口水呢？老4义儿平时不爱黏着沈飞，但是他是老3寻儿的跟屁虫，老3做什么他就照着学。至于小老2恒儿，则是混在3小只里面，尽量的学着弟弟们的动作，可惜有的时候都是慢半拍。这次同样如此，2弟弟都来到了沈飞的身边，他才慢悠悠地爬过来。恒儿意识到沈飞在看着他，立即又傻笑起来。沈飞在花花身上知道了师姐穿越了，所以在3胞胎出生之后，他就观察着他们有没有不是真小孩的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沈飞还真没发现，这3胞胎的动作很统一，每天都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无聊的时候再哭几声。3个一模一样的小孩真的很不好辨认的。
经过几个月的观察，终于被沈飞逮到了花花经常喜欢找的小老二恒儿。沈飞心中就有数了，这一定就是师兄了。沈飞为了避免尴尬，也没有拆穿小老二，毕竟都是上辈子的身份了，他看得很开的。好了，今天你们3个都要乖乖听话，不准哭鼻子哦。寻儿看了一眼一儿，在脸蛋上划了几下，表示一儿丢人的意思。你呀，真是个鬼机灵。李嬷嬷，准备好让人抱着3胞胎。啊，王妃放心，人都准备好了。这次出去，沈飞有了经验，看孩子的都不是普通的妇人，必须都是年轻会功夫的护卫。此时，前院的唐之灵一改从前的懒散，开始重新拿出了书本。每日就算去上衙，唐之灵都带着自己的私教谭先生。谭先生是真正的成了唐之灵的先生，不像过去那样，唐之灵问哪他解答哪里。现在是按照孩童启蒙一样，重新学习四书五经，学习诗词歌赋等等。至于为什么没换一个更厉害的先生，那就是唐之灵不想更丢人。至少谭先生是他的老熟人了，知根知底儿的。唐之灵这半年的时间已经恶补了不少了。姐姐，我进来了哟。唐之灵听到这声音就知道是谁了。进来吧。爹，娘说要带我去看小马，咱们快走。好啊。唐之灵弯腰把小叶子抱了起来，然后带着花花去和沈飞会合。从前唐之灵还觉得这2个女儿必须要同样对待，可是慢慢的他就发现了，花花这个女儿太冷静了，而且和他并不亲近，可以说对他和沈飞2人都不太亲近。唐之灵有了小福宝的经验，也慢慢的品出来了，知道了花花的不同。这虽然是自己的女儿，但又不完全是，他和自己保持着距离，他也尊重的。而且唐之灵猜测，花花这个孩子恐怕是和沈飞来自同一个世界。为什么这么想呢？也是因为没有哪个才2岁多的小娃娃就对种地感兴趣的。最开始唐之灵觉得花花是遗传自沈飞，沈飞那时候能拿出高产2种呢，但慢慢观察下来发现不是，沈飞是从实验基地拿的种子，那些种子原来就有的。而花花不一样，那是才会说话就会指使下人在花盆子里种植庄稼了，而且他还可以让同一盆花中开出2种花，这本事唐之灵承认整个大禹朝就没有谁能比得上的。现在荣王府的花圃中开着很多奇特的花朵，唐之灵那时候就知道花花这个女儿来历也是不简单的，因此从那以后，只要花花不主动亲近唐之灵，唐之灵也不会靠近。现在在府中就只有小叶子会和他肆无忌惮的撒娇，因此唐之灵也更喜欢这个女儿。唐之灵抱着小叶子带着花花出现在大门口的时候，小福宝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身旁跟着玩伴也是将来的护卫铁蛋儿，早就等候多时了。王爷叔叔好。你好啊。小福宝看到唐之灵没有主动打招呼，2人是谁也没说话。小福宝发现了唐之灵这小半年儿很反常，他把唐之灵从上到下都看了一遍，没感觉他怎么了，就是觉得他很奇怪，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对他了？从前唐之灵可是很喜欢抱他的。小福宝不承认，他还是有点怀念唐之灵的怀抱的，怀念他宠着他的时候。那时候唐之灵虽然会打他，也会自称是老子，但真的比现在这种气氛好。小福宝仰着脖子看着唐之灵抱着小叶子，他不承认，他稍微或许有一点羡慕小叶子。沈飞这时候带着3胞胎已经走了出来。好了，都到齐了，咱们出发吧。很快众人到了马车旁，唐之灵带着小叶子率先登上马车，护卫把小福宝和铁蛋都抱了上去。小福宝钻进马车之后，特意选择了唐之灵的对面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唐之灵。唐之灵扫了一眼小福宝，调转了一下身子。小福宝心想，嚯，这家伙还没完了是吧？到了车上，小叶子自由了，也不黏着唐之灵，而是来到小福宝的身边，伸出小手搂住他的脖子。哥哥，不用了，在马车上不方便，到了农场，哥哥背你。哥哥最好呢。小福宝哄好了小叶子，也不管他在后面勒着他的脖子玩，而是坚定地看着唐之灵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在发什么脾气啊？谁发脾气了？那你这半年阴阳怪气的闹哪样？唐之灵深深地看了一眼小福宝，觉得自己总是这么忍着，早晚会憋出病来。他曾经有好多疑问，
想要问问先皇为什么生了他又不养他，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唐府受欺负，不帮他出头，不保护他。他不是皇上吗？95之尊，富有天下，只要他想做的都能做到。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欺负至此？这些问题都积压在他的心底。从前他还以为只能到了九泉之下才有机会问一问先皇，可是面前这个小人，他的儿子竟然有先皇的记忆。唐之灵很想开口好好的质问一下小福宝，但是看到车上还有其他的孩子，还是闭口不言了。小福宝看到唐之灵的动作就有点来气，李淘淘一个王爷，干嘛这么吞吞吐吐的？小福宝现在忘了自己是儿子的角色，又是老父亲上身了。在小福宝看来，唐之灵这人毛病真是太多了，懒惰、意志不坚定等等。他要是皇上，小福宝就能毫不犹豫地开口教训。可是眼前这人又是他这辈子的老子，小福宝也是无奈的很呐。小福宝想到这里也是糟心的很，难道是上辈子造孽太多，上天才给自己这么一个惩罚？唐之灵气愤地看着小福宝，我为什么这样，你不清楚吗？小福宝呆愣住了，这货在说什么啊？他完全没想过自己是暴露了，于是不满意的道：我清楚什么？我好好的在府中待着，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。唐之灵见小福宝这个样子就有点生气，好像事情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烦恼一样。唐之灵这半年来都是在消化老子成儿子这件事，他的情感被极限的拉扯，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，一个劝他忘记从前的事，接受小福宝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世的小福宝是无辜的，还是一个小孩子。但另一个小人又会蹦出来辩驳道，不能这么原谅小福宝，小福宝就是先皇，他们是同一个人，都是害他遭受欺负的原罪者。唐之灵这半年来遭受了巨大的精神折磨，因此在心情烦躁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写大字，开始抄书，让他的心情平复下来。这半年下来，唐之灵倒是能坐住凳子了，字也练得更好了。下车之后你跟我来，我有事问你，咱们俩也该好好的谈一谈了。小福宝双眼微微眯起，目光更是锐利。最开始的时候他很自信唐之灵不知道他是谁，但听到刚才的话，小福宝心中也有了猜测。如果真是那样，那就解释得清了。好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就咱们俩好好的谈一谈。好。于是剩下的路因为有小叶子叽叽喳喳的声音，气氛才没有降到冰点。沈飞和唐之灵带着几个孩子终于到了山脚下，刘三全和张光真早就在这里等候了。哈哈，属下参见王爷、王妃、世子。张管事辛苦了。王爷、王妃，请随属下来，我带你们参观一下里面。小福宝和唐之灵两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见到沈飞兴致勃勃的要参观，于是都默认了，谈话先靠后，先陪着沈飞参观。那就有劳张管事带路了。张管事先不急，不着急看里面，咱们先说一下外面的布置，还有那边的路都要好好的修一修。王妃，这一大段路都要修，恐怕要不少银两啊。这路我们不用普通的砂石，用最新的水泥，水泥路好些年不会坏的。在这个时代还都是牛马拉车，车上放不了太多重物，因此对道路的损伤不大。水泥的马路确实够用。梁三叔，你算一下修路需要多少钱，然后报给张管事。王妃放心，这事儿交给我吧。好了，张管事，咱们进去吧。妈妈，妈妈！毛毛听到有人喊他，还扭过头来看一看。哥哥，妹妹，妈妈还记得我呢。小福宝被护卫抱了起来，才能看到场内的情景。其实他没多喜欢史铁兽，他很怀疑沈飞投入这么大，这钱能不能赚回来？毕竟外场的场馆有的地方还用了玻璃呢，这造价可不低啊。他认识你。马场的小平房处，楚敬宗看到大儿子要往山脚那边去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好好的，你去那边做什么？楚敬宗现在是小老百姓了，但一直都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。他每日在这马场出不去就闹心不已。还有，听说那边修建了那么好的宅子，竟然不是给他住的，而是给动物住的，他就更生气了。他现在觉得自己的待遇都没有畜生高。父亲，六叔他们过来了，我去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。不准去，你就留在这儿，不要去丢人。父亲，咱们要认清现实，我去和六叔打好交道，对弟弟和妹妹也好。
2个弟弟也要启蒙了，这都需要六叔家准许啊。你2个弟弟，我来给他们启蒙，不用你管。父亲，弟弟们还需要朋友，他们不能只困在城外的马场。说完，不管楚敬宗答不答应，直接拉着2个弟弟走了出去。好啊，楚玉红，竟敢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！楚玉红根本不管楚敬宗的叫嚣，带着弟弟快步离开。3个小孩来到熊猫馆的时候也是很震惊的。这里建造的时候，他们只见到有人在这里干活，但没有来过。楚玉泽看着毛毛吃着苹果，馋得直接吸了吸口水。哥哥，你看，好吃的。走，咱们上楼去找六婶。你要嘴甜一点，讨她欢心，明白吗？好。东宫，太子和太子妃2人急匆匆地走进郑良娣的院落。青铜，你可是有哪里不舒服？郑良娣早上的时候身体不适昏倒了，让太子很是担心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娘娘有喜了。青铜，嬷嬷说的可是真的？太子，咱们有孩子了。郑青桐说完这话，就看到了太子身后的太子妃赵宁寒，于是也不在软榻上坐着了，急忙站起来给太子妃行礼。姐姐好。妹妹身子要紧，何须这么多礼？你现在有身子了，以后这些规矩礼仪可以先放一放。郑青桐心中欢喜，但并不会当真。从前她没怀孕，太子妃看着还好，谁知道现在会不会挑她的错处？太子妃眸子微闪，但很快就笑了出来。妹妹，表哥说的对，你现在身子要紧，你玉玺是整个东宫的大喜事呢。哈哈，对，以后你就好好的养着，给姑生个儿子。太子太开心了，都没有注意到太子妃那勉强的笑意。表哥，你多陪陪妹妹，我宫中还有公务，就先回去了。太子挥了挥手，示意太子妃有事就可以先离开。从前太子也是这么对太子妃的，太子妃并不会多想。但是今天的太子妃想的就多了。太子妃回到住所，吩咐道：“王嬷嬷，把小远子叫进来。”是。王嬷嬷不敢耽搁，快速的转身走了出去。太子妃摸着肚子，想到太子开心的笑容，眼中一片沉寂。很快，太监小远子就走了进来。奴才参见太子妃娘娘。小远子，你去赵国公府，请我母亲明日进宫。是，娘娘。小远子离开之后，王嬷嬷小心开口：“太子妃啊，这个时候请国公夫人进宫，是不是不妥啊？这况且朕量娣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也未可知，不是动手的时候。”嬷嬷想到哪里去了？郑青桐这一胎一定要保住，我怎么会动手？现在二皇子也渐渐长大了，太子表哥必须要有子嗣，朝臣才不会借机的撺掇二皇子争位。还是太子妃想得稳妥。嬷嬷放心，我心中有数。之前留的那一胎我伤了身子，以后能否怀孕都是未知数。要是等我生了嫡子才让其他人怀孕，恐怕那时候朝臣都会嚷嚷换太子了。太子妃说得对。不过我是不会放过那些害我之人的。葛太妃对姑姑下毒，以至于姑姑神志不清，害了我儿。这笔账我是不会这样算了的。那老太婆死了，可是她的后代一个都别想活。太子妃，这益州王虽然成了庶民，但皇上没有处死他，这恐怕……嬷嬷放心，我自有法子。王嬷嬷不敢继续劝阻，心中有些疑惑，不知道要不要把太子妃的想法禀报给皇后娘娘。王嬷嬷总是觉得心中不安。城外马场，侄儿玉红见过六叔六婶。六婶好。红儿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六婶，这是我带过去的那个石铁兽吗？对，就是红儿送过去的那一个，我很喜欢呢。六婶，石铁兽在益州一带很常见的，六婶要是喜欢，侄儿愿意去往益州再给您抓几只回来。红儿的心意婶娘收到了，不必你亲自去，你可以把地址告诉我，我派人去寻。你这个年纪啊，还是要在学堂才行。沈妃简单的一句话就让楚玉红红了眼眶。婶娘。沈妃看到眼睛红红的小正太，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腿边的小豆丁。婶娘，好吃的，侄儿饿。红儿，怎么了？婶娘，没事。沈妃怎么看她也不是个没事的样子。红儿，你有什么事都可以和我说。你有什么事就说出来。唐之灵都开口了，楚玉红也不再迟疑。
毕竟机会不等人。他们一家被贬为庶民，这辈子是不能参加科举了，也不能入朝为官，所以2个弟弟就要和寻常百姓人家的孩子一样，要学一些本事，赚钱养家，这都是他们要考虑的。楚玉红的心智极其成熟，在益州王还想着东山再起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寻找他们一家的出路了。他现在要做的事，就是多寻求荣王府的庇护。六叔，婶娘，侄儿确实是有个请求。你说。婶娘，我的2个弟弟已经到了启蒙的年纪，侄儿想着福宝弟弟也到了启蒙的年纪，不知道玉泽和玉溪能否和福宝弟弟一起学习。小福宝从3个孩子上来之后一直都没开口，就看着3个小孩的动作。他自然看出了楚玉红的小心思，但他没有制止。看着吸着手指嘎巴嘴的楚玉泽，他也不太忍心。罢了，总归都是楚家人。你2个弟弟都学习，那你自己呢？福宝弟弟，我已经启蒙了，就不用学习了，况且家中还需要我。楚玉红说的没错，益州王很颓废，根本不管家中是否有银钱，更不管妻子儿女能否吃饱穿暖，家中的大小事都是楚玉红掌握的。不过他们现在住在马场，有住的地方，益州王也算是马夫，养马是有工钱的，但他是不会去干活的，所以喂马的活都是9岁的楚玉红做的。小福宝确实是防着益州王和楚玉红的，所以没有提出让楚玉红也上私塾的事。好，让你2个弟弟来荣王府吧。楚玉红听到之后大喜，但目光还是看向沈飞。他知道荣王府是沈飞做主。沈飞想到还没开张的福宝书院，笑道：这不巧了吗？我开了一间书院，正缺需要启蒙的学生呢。红儿，你也还小呢，不念书怎么行？到时候你和你的弟弟们一起来，六婶给你们请最好的老师。哎，红儿，我记得你还有2个妹妹，也一起来吧，和你们一起念书。谢谢婶娘，您的再造之恩，玉红没齿难忘。玉泽、玉溪，快过来给婶娘磕头。哎呀，快起来！你们几个孩子，快起来！婶娘，侄儿是真心实意的。于是又接连磕了2个头，才站起来。小福宝看着楚玉红，叹了一口气：哎，罢了，娘亲都已经答应了，他也就不反对了。这孩子他能走多远，就看他的造化吧。至于将来会不会有隐患，那只能说大禹朝有那一劫，人的命强求不得。小福宝无奈地转头，低头向楼下看去，正对上了一双愤恨的眼睛。既然来呢，怎么不上来？在那边鬼鬼祟祟的偷听算什么？楚敬宗揉了一下眼睛，又掏了掏耳朵，确定眼前之人是真实的。小福宝一开口就引起了唐之灵的注意，他走到围栏前向下看，就看到了呆愣住的楚敬宗。这家伙因为在马场每日风吹日晒的，整个人更黑了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黑炭头。楚敬宗失神片刻，终于找回了脑子。看来那小崽子就是老六的孩子，他这还是第一次见到。长得这么像父皇，怪不得老六认回皇室这么顺利。震惊过后，楚敬宗又想起刚才生气的事了，于是大踏步地走上2楼。他连个正眼都没给沈飞，而是上来就教训楚玉红兄弟3人。他一脚踢在楚玉红的屁股上。楚玉红，你有本事在我面前叫嚣，怎么到这儿倒是像个奴才一样啊？还给人家磕头，你的骨气呢？哥哥，你误会了，红儿只是……这里哪容得下你一个妇道人家说话？再说我在教训我儿子，关你什么事？哼！沈飞深吸一口气，确实这是人家的家务事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你想要教训孩子，就带回家去教训，不要在我的地盘撒野。你三哥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红儿刚才叩拜我们，是感谢我们答应送他们兄弟去学堂，并不是我们在轻贱他们。父亲，六叔和六婶答应我和弟弟们都能去学堂，我刚才是在感谢六婶给我们机会。哼，用不着他们假好心，我在家可以亲自教你们。楚玉红的表情都皲裂了，他真想凿开父亲的脑袋，想看看里面是不是只有浆糊。这是多难得的机会，他好不容易给弟弟们找到的出路，怎么允许父亲给破坏了？婶娘，你不要听我父亲瞎说，他每日颓废的，自己都管不好，根本无法给弟弟们启蒙。希望婶娘答应弟弟们和福宝弟弟一起学习。放心，学堂一直都在，你们可以回去好好的考虑看看，
如果去上学，我给你们一辆马车，每日有人来接送你们上下学。谢谢沈娘。楚敬宗听到沈妃安排的这么妥帖，拒绝的话没有说出口。之前他就是意气用事，他现在的心不静，根本无法沉下来给几个孩子启蒙。现在知道是和小福宝一起启蒙，楚敬宗竟然觉得还不错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带你弟弟们去吧。他又看了小福宝一眼，觉得他眯着眼睛看自己有些恐怖。小福宝确实是在记恨楚敬宗刚才的那一脚，完蛋玩意儿，还是这么没脑子，做事顾头不顾腚的，没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就这么鲁莽。哼，就这点本事还敢消息皇位。不过小福宝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他重生的消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好家里这一个，老三这边暂时不能暴露。所以小福宝就算有一肚子的话要质问老三的，也不会在这个时候暴露出来。楚玉红三兄弟听到楚敬宗答应，都露出了笑容。这时候楚玉泽的肚子里传来咕噜声。泽儿是不是饿了？咱们下楼去吃饭吧。楚玉泽的眼睛一亮，又窜到了沈妃身边。他记得哥哥的叮嘱，要亲近沈娘。小叶子看到有人亲近娘亲，也不干了，挣扎着下地把楚玉泽挤开。哼，这是我娘。这个熊猫馆是沈妃要做展览的，到时候把人员聚集起来，当然要带一些小商铺和休息吃饭的地方。众人从楼上下来之后，就看到了围着山脚下一直到宝华寺那边有一条路，两边都是一个一个的小房子。沈妃是根据后世的那些景区建造的，这一条街就是专门给商家的街道，可以卖一些食物等。师娘，这些小房子是做什么的？张光真这时候开口道：洪少爷，这些都是商铺，到时候可以把铺子租给商家呀。楚玉红眼睛一亮，这似乎是个机会，他家要是有个铺子，那是不是就有进项了？这个主意不错。一行人去了福宝斋，和京城里的福宝斋不一样，这里是吃饭的地方。一行人的队伍庞大，因为孩子带得多，所以丫鬟和婆子也不少。一行人呼啦啦的一堆人。楚敬宗刚才闹了那一通，听到人家要吃饭，他本应该离开的，可是鬼使神差的，他并没有走。见到沈妃和唐之玲两人都没有赶走他的意思，他就厚着脸皮跟过来了。他这半年多可是没吃过一顿好的，嘴巴里也早就淡出鸟来了。他也决定今天就趁此机会吃点好的。唐之玲见到楚敬宗跟着，也没有把人撵走，他就在看小福宝的笑话。自从知道他的身份之后，唐之玲觉得自己都变了，脑子里的意识总是变来变去的。他也在偷偷地观察小福宝，见他一会儿当儿子，一会儿当老子的，有的时候也挺搞笑的。想到要和小福宝来的一场坦白局，唐之玲有些期待。由于人不少，众人是2个大桌子吃的饭，沈妃等人带着孩子们一个桌子，护卫们和婆子们一个桌子。楚敬宗大马金刀地坐在楚玉溪旁边。六弟妹，来点酒吧，这么好的菜没有酒也没味呀。沈妃看到一桌子的孩子，很想反对，可是没等沈妃开口拒绝，小福宝先开口了。没有酒，喝什么喝啊？楚敬宗想瞪眼，但想到自己是来蹭吃蹭喝的，揉了一下鼻子。没有就算了。唐之玲可不想如了小福宝的意，吩咐道：拿些酒上来，三哥，咱们俩喝点，不醉不归。哈哈哈，能喝酒才是真男人。哈哈哈。小福宝斜睨了一眼楚敬宗和唐之玲，特别是唐之玲，他觉得这货没憋好屁。哼，别人知道他上辈子的身份都是吓得不得了，就像皇上和太子都不敢在他面前造次，可是这货竟然还敢挑衅他了。他想干什么？难道是想灌醉老三让他出丑？哼，他也不瞧瞧自己那小身板，怎么是老三的对手？下人们听到唐之玲的吩咐，立即就把酒送了上来。楚玉红想劝父亲悠着点，但在唐之玲主动给楚敬宗倒酒之后就闭嘴了。罢了，父亲的日子也是苦闷，喝点就喝点吧。几个孩子无暇顾及俩大人在喝酒，他们都是自己吃着饭。倒是小福宝注意着喝酒的两人，也竖着小耳朵听着两人的谈话。三哥，我没见过父皇，父皇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小福宝一听唐之玲这么问，小脑袋一下子就扭过来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楚敬宗，想看看他怎么说。先皇老爷子呀，那就是个大忽悠，玩弄人心的本事可是被他玩得炉火纯青啊。这个老三真是岂有此理。哎呀，三哥，仔细说说呗。弟弟我呀，没有哥哥幸运，没有机会面见天颜呐。这你愁什么？你自己生的小崽子，
和先皇老爷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他现在还小，等过几年他长大了就更像了。哎，弟弟，要说还是你会生呢，你这几乎是生了个老爹在自己家呀。唐之灵一言难尽地看着楚敬宗，这家伙哪壶不开提哪壶，还真他妈的一下子就说到了点子上。儿子变老子，老子变儿子的荒唐事就出现在他们家了。唐之灵觉得自己是最难的，他不明白先皇就算想给儿子当儿子，也可以选一些自己养过的孩子啊，为什么要投生在他们家？唐之灵宁可要一个普通的小孩当儿子，也不想要先皇这尊大佛在自己家。哎，弟弟这份幸运我们是羡慕不来的。老爷子这么多孙子，就你生下来的孩子最像。你瞧瞧，不仅是小福宝，就是那3个小崽子也像得很呢。看来你很得老爷子的偏爱，不像我呀。哎呀，像不像的有什么关系啊？弟弟我可是没养在皇家的，不像哥哥们一出生就是天皇贵胄的。而且先皇最疼你和太子了，这份好运啊，哎，弟弟我是羡慕不来的呀。楚敬宗听到唐之灵这么说，没有被恭维的喜悦，而是重重的把酒杯往桌上一放。狗屁，全是狗屁！你还羡慕老子？老子宁可像你一样被养在宫外，老爷子就是个骗子，大骗子！楚敬宗突然发脾气，还真吓到了三胞胎。老三寻儿立即就哭了起来，老四义儿见哥哥哭了，也跟着呜呜的假哭起来。楚玉泽很害怕，现在也是眼泪汪汪的。倒是真小孩小叶子一点也不害怕。好玩！父亲，你喝多了，要不咱们先回去吧。你少管老子，安静的坐着，否则别怪我揍你。沈飞见状急忙挥了挥手，示意婆子把几个小的带下去。于是几个小孩全都被带了下去。花花和恒儿想继续留下来看热闹，也被沈飞强制带走了。小福宝和楚玉红倒是留了下来。沈飞想把小福宝带走，竟然被唐之灵给拒绝了。哎，沈飞，仔仔就留下来吧，听一听。沈飞眉头一跳，唐之灵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为什么一定要仔仔留下来？娘亲，你带弟弟们出去，我就在这里听听他们说啥。沈飞狐疑地看了小福宝一眼。仔仔，娘，妹妹和弟弟们见不到你，该哭呢，你还是出去哄哄他们吧。沈飞确实是听到小老三的哭声，还有小老四那假哭的声音。沈飞无奈也转身离开了包间。里边也都出去，还有附近的人全都清走。楚玉红四处看了看，不知道这屋子里除了他们4人还有谁。然而片刻之后，嗖嗖嗖，屋子里就出现了6个黑衣人。你们是谁？把红儿也带走。楚玉红不可置信地看着小福宝。福宝弟弟，这福宝弟弟有点霸气呀。说呀，继续说，我还想继续听呢。楚敬宗下意识后退，心里只有卧槽2个字，这个调调真尼玛熟悉。老六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六，你是不是拿的假酒？哎呀，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说说，先皇骗你什么了？小福宝淡淡的扫了一眼唐之灵，对这货他心虚，确实是做的不对。可是养在皇宫里的小崽子，他自认可没有亏待过他们。老三倒好，竟然有这么大的怨气。楚敬宗，自从你出生之后，你是哪里受到委屈呢？啊，过着金尊玉贵的生活，享受名师教导，长大后呢，娶4家贵女，享受一州封地。其他皇子的封地哪有你的富饶？你说说，哪个不是顶顶好的待遇啊？你倒是说说，你有什么好委屈的？小福宝也是气狠了，他觉得自己被污蔑真是太冤枉了。楚敬宗喝了酒，意识有些混乱，但听到小福宝的质问，立即反驳：你不懂，你们都不懂，那种给了希望又亲手掐断希望的绝望。我明明比老大优秀，为什么皇位不传给我？如果不看好我，为什么让我有能取代太子的错觉？楚敬宗的心结就是想问一问先帝，他到底有没有机会？因为什么？你当真不知道？该不会喝那几杯猫尿，曾经自己做过什么都忘了吧？楚敬宗心里微凉，难道那件事暴露了？结党营私，勾结朝臣，
忤逆的事情没少做，留你一面已经是网开一面呢。哼，还和李大哥比？不管怎么样，李大哥从来没有想着杀那先帝自己上位。我也没想过要害父皇，我敬重他还来不及呢，怎会做那大逆不道之事？那凌霄呢？凌霄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凌霄的？楚敬宗现在已经酒醒了不少，不是刚才那迷糊的状态了，加上被揭了老底，精神高度紧张，脑子也清明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觉得我是谁？我就是谁。楚敬宗吓得踉跄几步，险些没有摔倒。他看着坐在椅子上悠闲的小娃娃，内心震撼不已。你是父皇？想到先皇老爹老年修仙求长生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您没死，返老还童了？楚敬宗觉得这个世界太玄幻了。尼玛，要是知道这老头子还在，他造什么反呢？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死呢，但是我重新投胎呢。楚敬宗张着大嘴，完全都合不上了。小福宝承认身份之后，可不会惯着楚敬宗，心里早就有一堆话要骂了。李过呢？楚敬宗也想近距离看看小爹，于是走了过来。蹲下来点。楚敬宗慢慢地蹲下来，和小福宝视线平视。谁料到小福宝直接伸出小胖手，啪啪两下就拍在了楚敬宗的脸上。楚敬宗被打了，人还有些懵。唐之灵也吓了一跳，完全没料到小福宝会动手。他真的怕楚敬宗反抗，把小福宝给打死。仔仔，小福宝看都没看唐之灵，他的事情后面再解决，他现在要处理了老三。于是他直接伸出小胖手，薅住楚敬宗的头发。怎么还说我偏心？哼，我看我就是偏心错人呢。你说说，你都干了什么蠢事？你还有脸和我叫屈啊？你这个猪脑子，被人家忽悠几句就找不到北呢，上杆子给人家当枪使啊？你就是到处找爹。那凌霄借助你的名头在外面撵了多少的财，你都不知道吧？还傻乎乎的觉得人家是在支持你，恨不得给人家当儿子。我没有，凌霄不过是个户部尚书，他也配？哼，配不配的，你不是也差点着了人家的道？凌霄当年确实是挑拨太子和益州王的关系，要不是皇上及时出手，太子恐怕也被害了。屁股底下一堆屎，我是懒得和你计较。要不是看在你是我儿子的份上，你早死800次呢。你偷偷开采铁矿和金矿，又偷偷的造兵器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呀？楚敬宗被打，完全不敢反抗。原来他暗中做的事，他父皇都知道。还有谢家，你谋夺人家的家产，又赶尽杀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楚敬宗是真的冒汗了，他没想到他做的一桩桩一件件，先皇都知道。小福宝自己承认，他确实是有私心，在百姓和儿子之间，他选择了儿子。他不是个明君，而是个极其自私和自负的皇上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只有武力和铁血手腕。正因为是这样，他才选到老大当太子。那孩子心地仁善，虽然做事犹豫不够果断，但也算是瑕不掩瑜。至少上辈子他杀人太多了，不想下一个君王杀戮太重。小福宝虽然小，打多了也疼。楚敬宗虽然皮糙肉厚，也禁不住了。疼！小福宝甩了一下发麻的小手，也松开了楚敬宗的头发。唉，打人也是个力气活啊。唐之灵看到小福宝和楚敬宗这一系列的事，人都呆住了。他没想到凶悍的益州王在先皇面前会是这么一番情景。他以为楚敬宗会立即出手结果了小福宝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扑上去救人了。你还小，还手嫩着呢，打人多累手啊，以后别打了。是呀，打理呀，不用我亲自来。楚敬宗完全不知道自己离开前会遭到一顿胖揍，他现在就只有一个疑问：老大知道您的存在吗？楚敬宗这次一家能活着，他觉得不可思议。之前他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一定是老爷子在，皇上不好动手。毕竟曾经他差点搞死了老大，老大可以说对他是恨之入骨了。就是站在一边看热闹的唐之灵也是竖着耳朵听着，他很想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。知道。
我就说嘛，老大什么时候这么有本事了？竟然还能解决了反贼唐国公之后，又能挖掘柳家于聂所安怀。哼，这一看就不是老大能做出来的事，他可没那么大的本事。小福宝不管楚敬宗的感慨，直接拍了拍手，来人！立即就有2名暗卫现身。主子，小福宝指着楚敬宗，把人带出去，打24大板，重重的。很快，楚敬宗就被拉出了门外，然后按在木凳子上打板子。一直等候在外面的楚玉红还以为父亲会犯浑，但奇怪的是，父亲老老实实的挨揍，一点儿都没有反抗。楚玉红很奇怪，嘴里呢喃：“父亲竟然在笑。”楚敬宗虽然屁股挨打了，但内心是雀跃的。本来以为他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只能老死在这小小的马场了，还要时常担心老大随时杀了自己一家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这半年也是行尸走肉，颓废不堪的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父皇还活着，那他日后就是生活无忧了。哼，有了父皇在，他看谁敢欺负他？哈哈，就是皇上那也不敢对他动手了。楚敬宗心里美滋滋的，早就忘了屁股上的疼痛。楚玉红看到楚敬宗屁股开花的样子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屁股，嘴巴也是跟着一咧一咧的。父亲真是病了，这么疼，挨打不仅不吭一声，竟然还能笑得出来。就是站在一边的唐之陵看到这样的情景，眼神也是意味不明。他没想到楚敬宗在小福宝面前会这么顺从，好像在知道他真实身份之后，楚敬宗就收起了那跋扈犯浑的脾气。唐之陵已经是父亲了，自然知道这里面的道理。正是因为楚敬宗得到过先皇的父爱，楚敬宗才会是这个反应。先皇爱这个儿子，楚敬宗也依赖先皇，他现在是有恃无恐。他们两人之间有深厚的父子之情。楚敬宗在知道先皇重新投胎之后，不会最先想到身份的尴尬，而是庆幸父亲又活了，所以他可以毫无芥蒂的接受。可是唐之陵不行，他过不了心中的那一关。他想到早年病弱的那些年的生活，心里是一抽一抽的疼。他现在已经无暇观看楚敬宗笑着挨打了。他独自离开了福宝斋，